2027到底是全球的粮食风暴，还是我国确立全球新的粮食贸易格局的亮剑之时，是值得我们现在就开始关注的一个问题。随着2026年的超级厄尔尼诺正在成为现实，摩根大通的粮食安全报告再次把基辛格当年的判断摆在了台面上，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这话一点都没错。中国加入 WTO 之后，最贵的一堂课就是粮食给的。2004年的大豆绞杀 ABCD 四大粮商配合有序，按部就班的对我国的大豆榨油企业发动了一轮成功的金融围猎。那次之后，我们也就看清了所谓的 ABCD 原来就是魑魅魍魉的绘图转生啊。那学费已经交了，摸清了对手的打法，后面可就是我们的猎杀时刻了。毕竟在天大地大吃饭最大的老中眼里，上千年的历史经验中，我们为了吃饱饭那真的是战天斗地。我们不想控制人类，但我们必须控制粮食。别说是4个魑魅魍魉，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们的粮食必须攥在自己的手里。但是一旦我们拥有了完全不受4大粮商垄断的这个粮食网络，基于垄断生态的整个粮食贸易规则其实都会被颠覆。4大粮商不能言出法随，预期难以在期货市场上自我实现，他的金身就破了。所以在2026这一次天灾叠加人祸的粮食危机里，我们有的不只是稳坐钓鱼台的底气，或许还有一剑救苍生的力量。首先呢，给大家讲一下像粮食这种大宗商品的游戏，其实它的规则也是垄断2字。当庄家垄断了货源运输的时候，他说哪里缺粮，全市场都得信，因为他们是从种子到仓储再到运输再到化肥的全维度的垄断掌控者，没有人比他们的信息更快更完备。于是这种建立在垄断基础上的信，又反而赋予了他们言出法随的这个能力。2004年对我们的大豆产业的冲击就是最典型的信息垄断收割。先由美国农业部发报告说南美大旱，大豆减产，然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价格飙涨100%。我国国内的大豆榨油企业当时天真的觉得人家农业部发的消息不至于是假的，于是就恐慌性的高位扫货，结果货还在海上飘着没到手里呢。2个月的时间，美国农业部突然翻脸宣布，不仅没有减产，产量还远高预期，魑魅魍魉4大粮商反手做空，价格从4300直接腰斩到2200，最终我国90%的大豆榨油企业破产，4大粮商又冲进国内低价收购我们的榨油企业。南京华农被邦吉收购，东莞的华农被嘉吉收购霸州华农被路易达孚收购，外资控制了我们85%以上的压榨产能。这就是信息垄断的威力。我说了你信了，天下又没有人有同样分量的话语权，很难不信呢。如果你不信，不是还有汇丰高盛摩根大通的研报吗？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信也死，不信也可能死，这就是垄断的力量。而除了这种吃了兔逗你玩的虚晃一枪，魑魅魍魉还有航道和市场的垄断作为力量的背书。4大粮商通过主流媒体当时渲染粮食危机在2007年的时候强调孟加拉国面临着断粮的风险，迫使他们的政府和企业恐慌性的进行大米的采购。这时呢，4大粮商又通过游说促使印度切断了对孟加拉的大米出口。如今风水轮流转现在4大粮商通过投行的研报瞄准的又是印度。当时嘉吉和路易达孚控制了泰国、越南这些国家60%的大米出口，当时加价30%到50%卖给孟加拉，并利用它的全球航运网络的垄断，故意延迟给孟加拉采购的这个大米的运输。这一波操作从07年持续到08年，孟加拉的大米价格涨幅高达130%。随后呢，4大粮商又在高点抛售大米期货，米价又暴跌40%。孟加拉进口商血本无归，深陷粮食危机和债务危机，只能接受4大粮商提供的紧急粮食贷款，20%的利息，还要出让国家的粮食主权，必须使用孟山都涨价3到5倍的种子，还有这个依赖性导致孟加拉的农民的种植成本飙升，因为还要用配套的农药和化肥，成本上涨了65%，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从此孟加拉20%的人口，接近3000万人都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这种赤贫人口占了接近500万。而这种种子化肥和贷款的垄断，在印度的棉农、南美的豆农身上都是原样复制的枷锁。用它的种子，第2年就必须买新的种子，否则呢无法保证产量。那用了它的种子呢，还得要用它配套的化肥，不然依然减产。而用了它的化肥，就必须使用它所有的其他的种子，因为土壤被破坏了，别的作物再也生产不了了。
这些种子和化肥呀，第一批它是白送的，往后呢每年一年比一年贵，这个就叫做不可逆的技术锁定。然后农民买不起的时候呢，再给你提供非常高利息的这个贷款，利息特别高，于是农民呢再一次被吃干抹净。1995到2011年，印度接近30万的棉农自强，在南美阿根廷原本是多种作物轮作的这样的工作形式，现在只能种单一的品类生产，土地的肥力和产量都大打折扣。巴西的豆农的种子在当时也是被锁定的。可以说这套从种子到化肥到贷款的垄断，比骆驼祥子的车都吓人。而这些都还不是利润最丰厚的环节，最具有控制力的玩法。以上所有的垄断利润最后都会汇聚到期货交易所，被做成预期，被10倍、100倍的放大规模，形成难以撼动的定价权。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是全球粮食定价中心，4大粮商既是现货最大玩家，也是期货的主要交易方，掌握着最完备的供需信息，提前布局后通过释放信息调整库存来引导价格，最后实现期货和现货的双重收割。各路资本再冲进去，跟着4大粮商一起提升着粮食的价格，没有人在乎那些跳跃的数字背后都是一条一条的人命。4大粮商只在人口稠密的国家进行收割，因为那里的粮食是用来救命的，而救命的钱多贵都得付。就在07到08这一年，加急的净收入从5.35亿增至10.30亿，涨了86%。孟山都从5.43亿翻到11.2亿，饥荒越大，利润越高，发求难财才是魑魅魍魉利润的真实来源。其实世界粮食组织曾经公布过07到08年根本没有大米短缺，产量稳步上升，库存连续稳定，纯就是人祸。而我们的反击在2004年吃了鳖之后就开始了，默默的囤粮。2007年下半年，因为美元不断的放水，除了吹大了它的次贷泡沫，还形成了巨大的流动性溢出，全球各种大宗商品的价格疯涨，尤其是粮食。如果大家还有记忆那是我们承受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输入性通胀，核心城市的粮食价格几乎以2位数的这个比例在疯涨。4大粮商当时还试图通过在我们国内通过囤积居奇把这个粮食价格呢拉爆。而中粮和中储粮的打法呢，跟当年陈云同志在建国初期平抑2白1黑投机倒把的时候实践过的一样，抛储。从10天一次到1周一次，最激烈的时候每2天抛一次。4大粮商疯狂的想吸干我们的储备，然后等我们撑不住的时候，要跟他们高价买粮的时候，把前面用在孟加拉的那一套连招用我们身上。结果发现中储粮的这个粮仓它是无底洞放了那么多粮国内的价格后来已经到了纹丝不动的地步了。国际机构曾经估算认为我们只有几千万吨的储备，最多撑2个月，但中储粮面不改色，就在外资资金量快断的时候，咱们的粮食局也学会了预期管理，说中国粮食库存够14亿人吃1年大家知道资本围猎最怕的就是进入到囚徒博弈，一旦发现可能要完那先跑的人损失最小，于是咵嚓就崩了那主粮价格快速回落。但你以为他就老实了吗？当时他们真的好嚣张4大粮商就跟群狼一样，他们看我们的主粮久攻不下，转而再次围攻相对薄弱的大豆，把大豆价格拉高了250%。而这次呢，中粮和中储粮已经知道他们的路数了，继续联合抛售大豆，平抑价格，从3月一直博弈到10月，然后次贷危机爆发，粮食价格暴跌，4大粮商手里囤积的大豆瞬间价格崩盘，只能快速的抛售。我们反手又低价收割了他们一波，还抄了底充实了国家储备。主粮守住之后，那我们的大豆短板就必须开始补了。那在08年金融危机的空窗期，我国就启动了大豆的临时收储以3700元的这个保护价收购了东北大豆，扶持了九三集团等本土企业。更关键的是走出去，中粮收购莱宝农业和这个尼德拉在巴西桑托斯港、阿根廷的这个罗萨里奥、美国的圣路易斯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建了中转基地。那隆平高科呢，收购了陶氏巴西的玉米业务，种子覆盖了巴西6000多万亩大北农转基因大豆在阿根廷、巴西持续推广。运输端，中原海运已经交付了第7艘8万吨的粮食船。中粮2.85亿美元扩建了桑托斯港，成为最大的谷物泊位。中远35亿美元建了这个前海的秘鲁港。除了大豆我们跟哈萨克斯坦的玉米合作是直接从陆上运回的。而在非洲，从内陆到沿海，我们的铁路、我们的仓库、我们的港口、我们的船舶做矿物运输的时候，顺手就把粮食仓库给建了。
这玩意儿它辟邪呀有这个在，四大粮商的垄断它就玩不转了。可以说，从种子到港口，从船运到仓储，一条不经过四大粮商的独立供应链就在这个过程中成型了。注意，这个供应链是我想运多少运多少，想运给谁用给谁，垄断破了。从生产到仓储到运输都是我们说的算。有些同志呢特别喜欢传播一些咱家粮食这个今年遇到了什么病啦那个害了。说真的，首先我不知道你图什么，跟着妖孽一起制造预期吗？查一查数据也比听耳朵到处留言强啊。那首先呢，我们的秋粮才占我国的粮食全年产量的大头占 75%。秋粮现在还没收呢不用跟着一些居心叵测的势力一起嚎丧。而夏粮因为气候多变，各地产量本就有差异性的波动。今年夏粮北方都是增产的，南方有4个省份因为气候有减产。全球的主粮增产的多，减产的少，主粮绝对安全，没有问题。玉米和大豆作为饲料，对肉禽蛋类的价格会有轻微的传导性涨价。要知道，全球粮食库存有一半都在中国，我国的产量超过7亿吨，中央储备粮加地方储备粮总缓冲超过2年，而且在全球都有粮食布局，也有运输的保障。有些人的焦虑其实就是一块遮羞布，用提出问题掩盖自己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知识窘迫嘛。咱家吃饱饭的实力和能力全球第一大家众所周知。产量端2025年人均是 508.9 公斤，2026年的夏粮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全球每5斤谷物就有1斤产自中国，主粮自给率大米 99.3%， 小麦 97.1%， 谷物整体超过 95%， 这个就叫做口粮的绝对安全。而在储备端，标准粮仓总仓容量 7.3 亿吨，储备粮约 2.6 亿吨，可保证18个月以上。化肥吨、尿素产能7000多万吨国内需求只有6600万吨，盈余超过了1000万吨。那东盟今年春天求援的时候，我们都给予了协助但是印度招标200多万吨，他还压价就没搭理他，所以才说他要出问题嘛。那之前还介绍过，我们的化肥是煤化工占 78%， 还不受中东断供的致命影响，所以这个就叫做稳坐钓鱼台。同时呢，稳坐钓鱼台呢还带了一个附带的结果，就是四大粮商的垄断被打破了。中国突破垄断的意义就不止于自保了。14亿人口大国建立的独立的粮食网络，客观上为全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公共品。从种子到化肥，从仓储到运输，一旦食物垄断被打破了，这个金融杠杆它就从护城河变成了引火自焚的引线了。四大粮商能在期货市场上呼风唤雨，核心是垄断带来的确定性嘛。他们知道全球有多少粮，谁在卖，确信缺粮国不得不高价接盘，所以才敢囤，才敢炒，这就是所谓的预期的自我实现。垄断者说缺粮，所有人都信了，去抢，价格它就真涨了。但中国彻底改变了这个博弈。想象2027年厄尔尼诺推高了减产的预期，四大粮商和华尔街做多囤货，想复制2008年的时候，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拥有着 2.6 亿吨储备、7.3亿吨的仓储容量、独立供应链和充足的化肥的中国。如果粮价被炒到离谱的高位，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抛售储备增加出口，或者向缺粮国定向提供低价粮来保障粮食供应。这就意味着投机者囤积的粮食它不一定卖得出去，这可就要了命了。你花了巨资把价炒到了天上，最大的买家不仅不买，还有可能反向抛售，这货就砸手里了。仓储要成本，资金要利息，粮食的品质还会下降，而你根本摸不清中国手里有多少底牌。2008年中储粮已经示范过无底洞战术了如今规模还上了一个量级，想不想来试一试呢？当囤积居奇的风险大于收益，资本就不敢轻易的炒作，期货价格就开始会回归真实供需，而非垄断者的谎言。这就是开篇说的，四大粮商不能言出法随，预期就难以自我实现，它的金身就是这样破的。可以说，当魑魅魍魉想在2027再掀起血雨腥风之时，就是我们亮剑一剑救苍生之际。看现在四大粮商和华尔街投行摩拳擦掌的架势，我就很期待届时全球各国将会如何站队，尤其是接下来印度的表现，好戏很快就要开场了。大家看懂这里面的门道了吗？